韦德之道10一定是李宁篮球鞋产品当中一个里程碑式的鞋款，激进的调教、出众的性能表现，让它有了一大批忠实的拥护者。但是对于体重偏小、脚底下不是那么有力的球员来说，它的驾驭门槛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偏高。如果你特别想要体验一下韦德之道10，但是又担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驾驭它，那今天这一双李宁反5系列的游击1 Super可能就是你最好的选择。或者如果你是打球打了一段时间的篮球爱好者，之前穿的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平庸、不是特别激进的鞋款，想要更进一步，想要体验一下更加进阶的篮球鞋，那这一双游击1 Super 可能也会是你最好的选择。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基础配置，Tough Always 的大底、超笨的中底，加上大面积的热熔鞋面，单只42码的重量在350克左右，基础配置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它的实战基础3要素：抓地、抗扭、稳定性，看看这一双鞋的实战下限究竟是高还是低。在抓地方面，它的表现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在干净的室内木地板上，它的抓地表现确实非常不错。但是，一旦场地上面有灰尘了，它的抓地力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我在好几次做挖步突破的时候，出现了脚底下打滑、登不上劲的情况。当然毕竟这一双鞋本来就隶属于反5系列旗下，它的定位本就是一双外场鞋，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问题也不是特别大。毕竟它在外场的抓地表现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灰尘比较多的室内木地板之外，其他的任何场地它都能拥有比较不错的抓地表现。那作为一双外场鞋，耐磨一定会比抓地更加重要。Tough Always 就是耐磨最好的保证。全掌 Tough Always 的硬质橡胶搭配较粗较深的大底纹路，即使是面对粗质的水泥地，它也绝对不虚。打外场的兄弟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选择它，好吧？中底大面积的 TPU 抗扭片很好的保证了中底的刚性，并且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体验下来，它中底的强度衰减也并不明显，即使是高强度的比赛，它也完全能够胜任，并且在前掌也做了明显的弯折点引导，自然弯折点非常合理，而且弯折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难度。不管是谁，不管你的体重是大是小，不管你的脚底下是不是有力，你都不会在这双鞋身上碰到绊脚的问题。至于它的稳定性表现，整体来说也还算不错，中底的重心控制的还算比较低，并且不管是前掌还是后掌，中底的形变空间都不是特别大。虽然它使用的是这种全弧形的外底造型，但是在实战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有任何不稳的感觉，在做动作的时候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基础3要素这一双鞋的表现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各方面都还算够用，但是各方面的表现都不能算特别出色。但是这一双鞋是一双极具风格化的篮球鞋，它在很多细节方面的处理跟韦德之道10都非常的相似。首先第一点就是它较高的鞋头上翘幅度，跟韦德之道10一样，在大底的造型上做得非常激进，对于纵向的跑动会有非常明显的加成。在跑动时，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因为鞋头较高的上翘幅度而带给我们的跑动加成，中底的滚动感非常拔群。第二点，较小的龙骨落差，相信穿过韦德之道10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它不仅有着比较夸张的鞋头上翘幅度，还有着较小的中底龙骨落差，上脚之后会有那么一点点前高后低的感觉。这两者加在一起再加上它中底的前插碳板，就让它有了一定的驾驭门槛。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下肢力量基础，并且最好还是习惯使用前掌跑动的球员才能与之匹配。而这一双游击1 Super 跟韦德之道10有着一样比较高的这种鞋头上翘幅度，也同样有着一个前高后低的中底体验，但是它没有了前插的中底碳板。即使你平时的运动习惯更多的是使用全掌去进行跑动，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在使用全掌跑动的时候，中底的过渡也不会太差。虽然它没有了跟韦德之道10一样出色的那种中底的推进力度，但是驾驭门槛会大幅度降低，对于下肢力量的要求会低不少。如果你的体重比较轻，或者是脚底下不是特别有力，你也一样能够轻松的去驾驭这一双鞋。当然这一类的篮球鞋对于我们的跟腱相对来说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压力的。那如果你的跟腱有伤病，那这一类的鞋款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轻易尝试，好吧？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它还有着出色的灵活性，弧形的外底造型以及较低的鞋帮高度，让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更加的自如。缓震也还算够用，我180斤的体重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
完全够用，即使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情况下，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震脚感。不过在室外的水泥地上面震脚的感觉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那这一双鞋应该不会是你想要的。但是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高那这一双鞋的中底缓震绝对是够用的，好吧？有很多兄弟都反馈这一双游记1 Super 的脚感怎么会这么硬，跟同样搭载超笨的超轻2025完全就不是一个风格的。但是实际上超轻2025之所以有着柔软的脚感，是因为它外部的框架比较软，而并不是因为超笨。超笨这一项科技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轻质的重量以及更为出色的回弹，它是一种偏韧的材料。如果你想要踩屎感，它并不能满足你，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反应性，是回弹，那超笨一定能够让你满意。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完全不会有任何泄力的感觉，甚至你还能感觉到来自中底缓震材料的轻微力反馈，体验真的非常棒。它的中底体验跟韦德之道10真的相似度非常非常高。虽然它确实没有韦德之道10那么强烈的中底弹射感，但是游记1 Super 这一双鞋，它的驾驭门槛可比韦德之道10要低了不少，完全不挑人，受众人群会更广，所有人都可以很好的去驾驭它。如果光论中底这就是一双面向大众的韦德之道10。不过这一双鞋的鞋面确实存在着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在打一些强度局的时候，当我们在做一些有对抗的防守滑步的时候，它脚踝处的鞋面并不能一直很好的包裹住我们的后跟，脚踝会时不时的出现放空的这一种情况。如果要穿它去打一些对抗强度比较大的球局，那还是有必要打一下脚的，好吧？当然除了这个小问题之外，它的鞋面在其他方面的表现都比较不错，包裹出色，透气优秀，还有着出色的鞋面强度。不过鞋楦的宽度依旧略微有一点点的偏窄，宽脚的兄弟们如果想要去选择它，还是尽量先去试穿一下，或者是选择可以进行退换或者商家进行购买，好吧？至于尺码的选择，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非常合适，大家可以适当参考一下。游记1 Super 为2025年开了一个好头，就跟我标题写的一样，这就是一双完全没有任何驾驭门槛的韦德之道10，他们俩在中底方面的体验真的非常非常像。虽然平替这个词听上去好像特别像是我收了什么好处，但是我敢负责任的说，这双鞋确实可以平替韦德之道10，用不到一半的价格能够体验到韦德之道10 85%甚至是更多的穿着感受，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别忘了，这是一双反五系列的篮球鞋，那它的耐用性自然也不会差，出色的性能还有着较高的耐用性。最主要的是这一双鞋没有什么太多的营销，几乎没什么热度，对于实战党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这就意味着我们能用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价格就能把它拿下，对吧？如果你平时打球突破的占比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对于球鞋的跑动感受以及灵活度的要求会比较高，同时还想要不错的耐用性，那这一双李宁的游记1 Super 真的会是你非常不错的选择。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